日本和牛的历史其实只有60年，但它却发展成了全球最贵的牛肉。它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啊？岂有此理啊！所以我就去约了一家连续拿了5年百名店的和牛馆。这太扎实了，太爽了。毕竟我也想知道吃和牛吃到反胃需要花多少钱，特别是它里面那个最粉嫩的那个部分，是嫩的，我靠。龟苓膏。今天的废话也很多，来的是蓝青山那家完全预约制的烤肉店，这店也藏得够深，高情商，注重隐私。我老板没钱，好了，不说废话了，看一下它这个人均2万的价格究竟如何。饭前先来2片咀嚼片。第一个菜不出意外是茶碗蒸蛋开场，它这个蒸蛋特别的点是，它是用煎鱼的汤煮的，所以吃起来还会有一种鱼汤的鲜味，里面还加了一点黑胡椒，所以鸡蛋的奶香会更加明显。今天这个沙拉又到了我们的活到150的环节，它上面淋了一点黑松露的油，你们知道它闻起来像什么吗？就是用汽油拌的生菜。然后第3个前菜给我们上了一个粉条，它吃起来其实很像奶油蘑菇意面。怎么还有前菜？其实在日本所有的生肉吃起来都有一种饺子馅的感觉，他们家的生肉是用酱油调的味，里面混杂了些很有脚感的菜和海苔，你吃惯了就会觉得很好吃。好，来继续吃饭。第一块是和牛的上腰肉，就这一块的肉质它一般会非常的软嫩，因为它肉瘦纤维短，所以这一块的肉一般是后切，吃起来会比较滑嫩，但是没有横膈膜肉那么香甜。第2块就是我们的横膈膜肉，你也可以叫它牛五花，这个部位它其实很难烤，因为它很肥，所以很容易烤干，但它吃起来就贼香。我感觉我牙齿都没用力，甚至你把它吞了，那股牛肉的香味还会挂在你的舌根。完了之后，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烧牛冬居然这么早就端上来了，它里面的那个肉真的切的巨厚，但你其实一口咬下去，你的齿感会很轻松。它是那种脂肪虽然没有很多，但是很嫩的里脊肉，配上他们家的特制烤肉酱，嚼开之后那股炭火和牛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所以它饭也是配了日本最好的米，一口烤肉一口饭的快乐，可以很轻松就把一盆都炫完。空盘吃了饭之后就给我们上了一碗汤，它里面是一片用低温处理的和牛包着一个萝卜，怎么说呢？它非常像怀石料理里面的素汤，不过用牛腿肉比较肥，所以脂肪里的奶香也渗透到汤里。汤应该是用蔬菜和贝类一调的，味道很鲜。汤里面也是那个和牛那个骚骚的味道。然后接下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之一，我就问谁见了这么厚的牛舌不迷糊？除了刚才那碗牛肉饭，我们今天就是冲着这个超厚切牛舌来的。他们的烤法其实很讲究，一开始用小火慢慢烤，然后可以看到牛舌滋滋冒油，最后表面变成非常好看的焦褐色海浪状。烤完之后切好摆盘，这种粉粉的感觉真的就是2个字：脆弹。所以才说它吃起来有点像龟苓膏，它嚼起来的质感很像没有炖煮过的蹄筋，搭配着一点烧烤味的山椒酱，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味，刚好中和了牛油的腻，剁椒牛肉的感觉。吃完这个确实很腻，所以就给我们上了一个酸辣小番茄。接下来是一小份炸牛排，属实没想到上了一盘炸牛排。炸牛排一般都会用里脊肉，汁水比较少，嚼起来能吃到肉的扎实感，再配着旁边的酸酱，油香也不会腻人，所以它其实很像广东版的糖醋里脊。油香酸甜。接着是酱香牛腿肉，其实我想说这种薄切的非常适合做寿喜烧，服务员一直在讲他们那个酱香如何好，但我就想你给我端个生鸡蛋来，我想吃碳水。不过还好的是下一个菜就是和牛银鱼小饭团，因为米饭里面塞了那种炸过的小银鱼，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脆脆的口感，牛肉的脂肪加上海鲜的香味，得劲儿。这可能是最贵的饭团了。然后最后的甜品是他们家自制的牛奶布丁，超浓的奶香，而且推荐指数8.5分。我以为开到上海的重庆江湖菜应该被改良的没那么辣了吧，但是果然是重庆人，店开到哪儿都是本地味儿，重庆本地味儿。哇！据说这个品牌1942年开到了现在都80多年了，我也是看谢霆锋探店我才知道的。又到了干饭的日子。重庆江湖菜有3个特点，就是土粗杂，它起源于山乡村野，发展于民间市井。我们去的是它上海的旗舰店，这入口还挺气派的。到店之后，服务员会先给你来一杯盖碗茶，有一种电视剧的感觉。我们2个点了好多菜，但真的很便宜。它这个老山城叫花鸡的外面是用很厚的面包裹着的，然后服务员会帮你切开，再帮你撕好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吃。也可以把他们家这个蘸料倒进去。我在想它这个鸡肉为什么会这么嫩，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包着面包烤的，所以鸡肉的汁水全被锁在了里面。先不说鸡腿肉，鸡胸肉的部分都很嫩，再加上它还配了一个干海椒碟，你就和面包蘸着它吃，特别的满足，甚至有点像在吃口水鸡。但这个菜的气味它更浓，而且这个面包的里面还有酱，口感真的特别好。然后接着是这个菜，它叫光头司令大麻圆，太夸张了。但它怎么吃呢？其实你抱着啃都可以，但它给了你一个小锤子，你可以优雅的把它砸开，它其实很像一个充了气的糖油果子，它就是直接这样扯下来吃就可以了。吃起来现在觉得很脆，然后就是满口腔油润的感觉。如果你吃其他菜觉得很辣，你就可以掰一块这个来解辣。它有点像很油脆的锅巴。他家毛血旺里面的硬菜还挺多，鳝鱼、毛肚、鱿鱼、血旺、猪肝，然后还有一堆素菜，你从下面挖起来就已经能闻到麻辣的味道。先来片猪肝。而且毛血旺里面煮鳝鱼真的很有品味，鳝鱼是一种非常入味的肉类。我的妈呀，好辣！它像一坨没有刺的鲫鱼肉，就是特别香。江湖菜真的太好吃了。这是我最期待的菜，虎皮肘子肉，它中间那个棒子骨是可以直接拔出来，你甚至都用不到筷子。它这个猪肘本身就烹饪过一次，它就自带了很浓的卤味，再加上外面的剁椒，这一口嗦下去，它就是鲜上加香。然后你再吞下去会特别的过瘾，因为它嚼起来真的很滑，鱼香酸辣集一体。
所以吃起来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腻，你只想使劲泡饭。我发现他们家的菜都特别的入味，所以他们家卖的最好的这个东西就来了，我真的很推荐这个红糖鹰米粥。我之前很不理解为什么加江湖菜好评最多的却是一碗粥，喝了之后我可以总结一个词，就是浓稠软滑，红糖和红枣的香甜已经渗透到粥底的每一个角落，完全是来自食材本身的甜味。我打包了一份回家，它那个焦焦的猪皮，豆浆好香啊！然后这个是他家的桂花冰粉，真可爱。这个猪肘我真的永远吃不腻。它这个蛙肉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比兔肉还要更紧实一点。这个蛙据说是他们这儿最辣的一个菜，你吃进嘴里的前3秒感觉不到任何辣味，过了3秒那个劲儿马上上来。哇，就是刚才那个毛血旺我没感觉到一点辣，但这个菜是刚才那个菜的4、5倍，但它真的很香。这个菜总的来说，我觉得他家吃过的这么多重庆江湖菜里面算是 T0级别的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啥玩意儿？给大家表演一个帅哥啃菠萝啊！嚯哟！你们看我旁边这个巴西大哥，在赢了韩国队之后都笑成什么样了？甚至感觉今天来吃巴西烤肉，上菜都比平时要积极一些。好，大耳挖机，今天我们必须要吃一点有氛围的东西。但是说到巴西，我不知道除了巴西烤肉以外还有什么，好像还有个巴西鸡肉派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吃烤肉吧。今天涩谷的这家巴西烤肉真的非常的绝。虽然很不愿意，但还是夹了一些活到150。他们家这个自助餐吧，主要是沙拉和甜品，今天可以活到160。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懂，为什么每次吃饭之前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环节。我真的很想手动拉一下进度条。今天的第一口给到他们家的烤鸡肉，巴西烤肉的特点一下就出来了，就是火大，它会把鸡肉烤得特别的外酥里嫩，它把它里面的汁水锁得巨好，鸡肉那个滑滑的口感还有点像白切鸡。然后下一个是我一直很期待他们家的蒜香牛排，超厚一块。它这块肉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家会把那个蒜香腌得很入味儿，油肉流出来的油都是蒜味儿，特别的香，肉感十足又不会很噎人，蒜你厉害。然后是牛里脊，典型的没什么脂肪，但是由于火候把握的比较好，半生的感觉还是会让人觉得很嫩，好吃，但是没有巴西的感觉。3分熟的里脊，吃起来会有水牛的那种味道。再来一根香肠，它这个香肠密度特别的大，就像我婆婆给我舀的饭，真会压。但是要说香肠还是德国好，下次德国踢赢了再去吃好了。这个也是巴西特色小吃，芝士薯饼，并不会拉丝，浅尝一下就好。下一块是烤牛的三角肉，果然这种孜然味的烤肉还是得用生菜裹着才好吃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人气特色菜，烤菠萝，是不是很难想象它是什么味道？它外面会烤的那种焦香的，然后因为它是烤过的，所以它吃起来完全没有酸味，非常神奇。亚马逊丛林的属于是。他们家的烤羊腿肉我也特别喜欢，因为它巨膻，哇，它膻疯了，太爽了，甚至让你有一种吃羊杂的感觉。你感觉有1万个草泥羊在你嘴巴里面奔腾，这种时候就要配一个烤洋葱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应景。烤过的洋葱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苹果味儿。接着又是一块烤牛排，哎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特别喜欢吃这种滴血的牛排？刚刚在那边看到你，感觉血水旁边的你还挺好吃的。对了，他们家有个小妙招，就是吃腻了你就去问他们要那个菠萝，瞬间回满血，总共20多种肉。巴西人真的是很幸福的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梅尔。啊！就连欧洲第一的德国队都打不过日本了吗？那岂不得吃个法餐庆祝一下？等一下，你这个流量蹭的也太勉强了。像我这种非常会选餐厅的人，隔3差5不来当一下大冤种，我都浑身难受。我其实一直没搞懂，就是为什么好吃的法餐它都在日本和英国。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日系法餐店，但是为什么说它日系，你们待会儿就知道了。感觉这是一种很新的料理，结合了法餐吃不饱、日料还很贵的2个特点。虽然很冤，但谁叫我买了日本队呢？嘿，今天我们来的是日本的麻布十番，是我觉得在东京最小资的一个地方。我的梦想就是在这个地方买趟房。进店之后感觉这家店是懂那个暧昧氛围的。这是我们的呆滞77。今天的第一个菜就很圆，虽然是前菜，但是炸汤圆。不过它里面包的是煎鱼，好日啊！然后是一碗热的冒烟的河豚汤。你们说法国人吃过河豚吗？喝起来像乌骨鸡汤，我很喜欢那股很浓的药膳味，它又鲜又养生。下一个前菜是高脚杯里装的蟹肉，感觉这个好像有点东西，虽然不够塞牙缝，但它在蟹肉里面居然加了苹果，再点缀了一点海胆和鱼子酱，日料的奢侈上来了。下一个菜摆盘虽然好看，但当我夹起来一筷子豆苗的时候，我感觉它的 CPU 无鱼。好在这个鱼肉比较嫩，一点淡淡的葱香，蘸上一点旁边的奶香微甜的酱汁，我更饿了。法餐的前菜真的就只是为了让你开胃。我们已经吃了1个半小时了，还在吃前菜。接下来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前菜了，面包配虾头汤。我发现法国人特别爱吃这个菜。这个主菜端上来的时候，就是说我的一个眼流花都包起了。第一个主菜是惠灵顿鱼排，我其实不确定是不是叫这个。把它切开以后，酥皮鱼肉和菜的痕迹面看上去很有层次感。它这个酥皮单吃起来就很像烤好的小饼干，一整块下去又能嚼到鱼肉的鲜味感，还有面包的油香和蔬菜的清香。我懂了，它这个非常的日法混血，再配上一点黑松露，还是很有法国的感觉。好香啊！下一个主菜是烤芒果和牛排，这又是什么新奇的组合？感觉吃那么多前菜就是在为了等这个菜。但你抛开之后才发现，它是芒果和千层土豆，每一层的里面还加着芝士，最上面那层特别酥脆，味道有一点点淡淡的果甜，但是土豆的淀粉味更突出，就像吃了一口牛奶果味的土豆泥。它这牛肉好好切开哦。这一块蘸了红酒巧克力酱的牛排，就是纯正的法国味道。牛排的口感很嫩，咸甜的味道会越嚼越香，但我觉得其实换成鹿肉会更加的法国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主食，这个菜也是他们家的特色招牌菜，鱼
肉饭盖子打开的一瞬间，不喜欢吃葱的应该会很沉默，因为它用的是鱼腹肉，所以很肥，肥到它那个饭里面都是鱼脂的香味。特别是把米饭拌匀之后，你每一口都能吃到那个长地香里面的鱼肉的香味，好吃啊！这个菜真的是专业疯了，特别的日本。吃最后的甜品又像回到了法国，虽然不是很正式，只有一个甜品，但它的颜值和味道都还是很厉害。其实一个甜品做好就够了，3个半小时，吃了又像没吃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哼哼，足球反着买，别墅靠大海，怎么样？